俄乌血腥鏖战半年，西方专家解析普京究竟想要什么，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了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俄乌冲突血腥鏖战了半年，到现在仍然看不到恢复和平的希望，甚至比起刚开战之初更加迷雾重重。如果无法理解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，就不可能找到停战的办法。这在冬季到来之前，考验着欧洲国家的智慧和耐心。长期担任 BBC 驻莫斯科和华盛顿等地的特派记者，并撰写过普京和波尔布特等人权威传记的肖特，在英国媒体上指出，俄罗斯正试图证明能够阻止北约的东扩，而俄国能否成功，取决于能源价格飙涨情况下西方的政治意愿。他认为，如果不能就普京为何决定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，以及他想实现的目标取得一致意见，就无法预测交战双方的胜利或失败，以及可能的结局。但是还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，普京做出的这个决策是非理性的，或者是情绪化的。英国国防大臣认为，这就像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意图让共产国家领导人认为他不理性、不稳定那样，这是一种刻意展示的外交形象。普京曾经在纪念彼得大帝的大会上发言，而普京的这个发言被认为证实他想恢复俄罗斯帝国，或者呢是想恢复苏联。有人认为，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只是他的第一步，但普京也说过，任何想见到苏联重建的人都没有大脑。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伯恩斯曾经发密电给白宫称，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精英划定的一条红线。即使是普京的批评者，也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利益的直接挑战，因此俄罗斯必须有所回应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西方明明知道推动北约东扩不尊重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关切，必然会引发俄乌冲突。那么为什么他们现在反而对引发战争的这个根源又认识不清了呢？首先，西方政客大多是鞭笞狂，到现在仍然认为北约东扩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，是普京曲解了西方的真正意图。其次，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未能展示明显的军事优势和技术优势，西方试图找到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的其他理由，或者是找个双方都能下的台阶。另外呢，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，俄罗斯有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，而低估了乌克兰的作战意志。最后，俄罗斯不再反复强调在乌克兰作战的目标，这让西方国家有了更加乐观的看法，连乌克兰都有了收复克里米亚的诉求。这充分证明，战场上得不到的，谈判桌上是不可能得到的，甚至别人都不会和你谈。俄罗斯如果没有办法使用军事手段对乌克兰的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，那么就不大可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。其实，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非常复杂，并不是孤立的发生的，而是乌克兰自从1991年独立以来几十年的政治外交发展的结果。普京口头上说的是要阻止北约通过，但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真正原因非常复杂，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，那就是他要保护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的利益。总体来看，俄罗斯现在的目标应该是非常清晰的。第一，用军事手段阻止乌克兰消灭俄罗斯文化的进程，至少在俄军的占领区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。第二，让乌克兰保持中立，确立
乌克兰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外部环境。不管战争要打多久，乌克兰在几十年内都无法加入北约，已经成为共识。而这呢，是不打仗就不可能得到的承诺。第三，俄罗斯试图证明西方无法阻止自己，进而打击美国的霸权地位，推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。如果再考虑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，在冬季到来之后所面临的困境，西方的确想结束这场战争。普京也许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来结束俄乌冲突，而这个时机或许就出现在严寒的冬天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